大家好，歡迎嚟到窩連 Magazine。今日2025年嘅8月6號啊，呢條係第二條片嚟嘅。今集想同大家講下呢，梁振英咧連續出咗2個 post 啊，就講香港嗰個人口政策啊，甚至乎香港個資源啊。佢講呢，高才通呢其實批咗50萬人嚟香港噶，有22萬人呢帶埋佢屋企人落戶香港咯。但係佢提到呢，就佢用一啲數據啊，即係嗰啲香港空置率啊，同埋入住率嗰啲呢，就睇到呢，原來呢，佢哋嚟香港攞完身份證呢即走添。大部分啦，唔係全部嘅。好啦，其實呢，除咗講梁振英呢個即係佢啲 post 啊，同埋嗰啲數據之餘呢，我想同大家講下呢，到底呢，呢個人口政策能唔能夠幫香港推個樓市呢？或者撐住個樓市呢？係咪完全冇效呢？定係有幾多效呢？另一邊呢，就梁振英另外一個 post 有講香港嗰啲學校資源啊等等啦，仲結合埋講有雙非英嘅情況。咁樣推人法嚟，香港人將來會面臨一個點樣嘅競爭呢？啲細路嗰啲學校嘅資源啊、學校嘅競爭啊，或者係啲工作啊等等呢，會面臨一個點樣嘅情況呢？仲有我哋睇長遠少少啦。到底第日啊，外國會唔會對香港嗰個身份證啊等等啦，同大陸嘅一視同仁嘅情況呢？我哋會同大家詳細去討論分析嘅。喺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免費訂閱我頻道 ，subscribe 我 channel，comment like 同埋 share 埋俾你朋友啊！如果可以嘅話咧，免費 join 埋我 Patreon 作為後備。行有餘力嘅話咧，可以喺 Patreon 嗰度咧每個月請我飲咖啡嘅噃。另外咧，我有一個最高級別嘅會員，有額外嘅內容啊，敏感嘅議題同埋一啲付費嘅內容俾大家嘅。多謝大家。其實咧 Yahoo 新聞咧同埋 Boss My 咧，都分別有引述梁振英喺社交平台嗰度發文嘅咯。我哋咧除咗睇呢兩個咧，不如直接睇梁振英嗰個，同大家咧一路討論一路評論啊，一路報告到俾大家聽。梁振英咧最近喺社交平台發文，佢提到咧政府近年積極推動呢個搶人才嘅政策啦。特別咧係優才計劃同埋高才通啦。其實咧吸納咧內地同埋海外嘅人才來港。坦白嚟講咧，就其實最主要都係內地嘅啫，海外係非常之少啊，0.幾個%嘅啫。根據政府嘅數據啦，截至喺2025年嘅6月，各項人才計劃咧入境咧收到咧50萬申請啦。根據梁振英講啦，33萬宗咧已經獲批㗎啦。當中咧有22萬人咧同埋佢哋嘅屋企人咧已經係抵港㗎啦。即係批咗係22萬人啊，加埋佢屋企人啊，有老婆啦，小朋友啦。遠超啫原本嘅政府嗰個目標嘅咯喎。表面上睇嚟咧，喂好掂啦 ，KPI 掂晒啦，數字好亮麗喎。證明咧其實香港吸引力係強嘅。呢個一定冇可否認㗎啦，因為嗰個身份證啊，我哋唔好講咩制度啊諸如此類其他嘢，淨係講個身份證，講個護照，同埋講個外國移民嗰種排隊嘅嗰種政策啊 ，student visa 等等係嘛？所以咧非常之吸引力強㗎。梁振英指出咧，但係咧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啦。絕大多數呢啲人咧呢啲人才同埋家庭咧，佢哋咧喺攞完香港身份證之後咧，就冇喺香港度落戶啦，翻去內地添，全家。咦？其實咧依家就繁榮喎，依家推動到之後，係咪真係大部分全部翻晒去咧？大鑊唔會定係唔會咧？因為咧源源不絕噶嘛，一路新嘅人嚟，一路咧就賣翻走，派翻去大陸唔租啦，翻大陸一路有新嘅人嚟，會唔會係咁樣咧？到底但係如果真係佢所咁講咧，嚟咗大部分翻去咧，即係依家咧推動起咧香港嘅樓市咧，只係跌30%呢樣嘢咧，只係短暫，因為全部翻去啊嘛，除非源源不絕嘅啫，係咪啊？佢仲提到啦，其實我之前都有一條片嘅話，香港咧差唔多有6萬個空置單位㗎，依家改善咗，依家有57,000個空置單位㗎啦。佢話咧，根據咧香港差估署2024年嘅數據咧，就係頭先講㗎啦，57,000個單位空置。過去5年咧，私人樓宇嘅入住量咧，平均每年維持喺2萬個以下嘅，似乎咧冇乜變化啦。呢啲數字咧，同22萬人才嚟香港形成強烈嘅對比啦。當然啦，唔止22萬人嘅，同埋佢屋企人嘛。但係當然啦，一齊住啦，我哋當佢係嘛。間接證明咗咧，高才嚟香港咧，只係嚟攞身份證，冇真正咁樣住嘅，更加咧唔會喺香港咧消費或者係投資置業添嘅。根據梁振英咁嘅講法啦，係咪咧？我哋一陣討論下。
梁振英形容咧呢個情況咧同當年雙非英咧嘅問題好相似啦，認為咧香港社會嘅個規劃同資源分配咧帶嚟咧極大嘅不確定性嘅。呢度我有啲補充，佢話攞完身份證之後咧就冇落戶香港，翻去內地。我喺度諗咧，會唔會有啲咧喺攞身份證之前咧已經翻嚟搞完手續啦，住一輪之後咧，根本上咧真正咧就喺深圳住咧，或者喺呢度翻工或者翻學咧，會唔會咁嘅情況咧？嗱，呢種情況咧，將來未來隨住鐵路啊、關口啊等等各方面啊，什麼北環線啊、諸如此類都會區啊，一大扎嘢咧，一路咁樣咧發生咧，只會咧係越嚟越容易㗎。嗱，呢個係一個趨勢嚟嘅。咁所以咧呢度我就即係提出額外嘅，即係話其實佢未攞到身份證，已經可能冇喺香港消費呢件事，同埋冇喺香港住啦。咁都係嗰句，後面再講啦。係咪真係一啲都推動唔到樓市咧？嗱，繼續再講咧，就係話咧，佢用咗呢個佢自己經典啊，即係佢當年阻止咗雙非英啊嘛。佢用呢個雙非英咧作為一個論述啦、教訓啦，佢話嚇。佢原文提到咧，當年內地嘅雙非孕婦嚟香港產子啊，導致香港嘅醫療同埋教育資源咧嚴重咁樣咧就擠脱啊。例如咧，香港嘅孕婦咧訂唔到分娩嘅床，北區嘅母嬰健康院咧擠滿內地嘅寶寶，本地嘅媽媽咧要避開北區，甚至乎咧幼稚園咧一位難求啊。呢啲問題咧唔單止影響本地居民嘅生活，仲俾咧反對內地嘅政治力量咧提供咗養分啊，令到咧社會矛盾加劇嘅。呢個咧就係用翻雙非英當年啦。如果大陸人一路再推過嚟嘅話咧，咁會唔會形成之前頭先阿梁振英講嗰種母嬰健康院啊，學位一位難求咧？依家咧呢一刻仲未有喎，推咗咁多，比預期更多都未有喎。移民好多人走咗啊嘛，係咪？但係再推落去嘅時候咧，推多過原本移民嘅時候，再去嘅時候，佢話咧呢個易放難收喎。咁樣咧又會形成翻呢個情況。我諗呢個咧就係相信咧梁振英擔心嘅嘢啦。佢話更加重要嘅就係咧，雙非英咧出生之後咧，大部分咧翻內地生活啦，但係佢哋咧隨時又可以回流翻香港喎，即係你控制唔到啊，因為咧變咗個權喺佢度噶 ，option 喺佢手上啊嘛，係咪？導致咧政府冇辦法咧準確預測到人口嘅結構、資源同埋需求啊，包括學校學位啊嗰啲啦，係嘛？即係到時就大家爭噶咯。梁振英話咧，當年佢未上任特首咧就叫停呢個雙非孕婦嚟香港產子嘅政策，原因係香港咧冇能力承擔呢個不確定性啊。我想話咧，最主要就係因為香港細個資源啊地方係嘛，雖然有錢啲，但係咧如果面臨咧你向住成個國家嚟講咧咁多人咧，唔係一個講笑嘅事情嚟㗎。因為咧唔好話香港啦，就算大陸每個城市好似話咧北京嘅戶籍係好難攞啊嘛，好多人咧移民去外國都唔肯入籍，因為咧唔想放棄北京嘅戶籍啊。依家咧攞香港嘅身份證容易過攞北京嘅戶籍好多倍㗎，包括上海啦等等啦，係咪？到底邊個矜貴啲咁我唔知，但係咧容易程度係容易好多，中門大開嘛依家。佢話咧梁振英話咧，依家咧高才通嘅情況咧，佢認為咧就好似當年咧，只不過咧係規模更加大添，即係仲緊要過即係當年添嘅情況係嘛？涉及22萬個人同埋家庭，其實咧未停㗎，繼續嚟緊㗎，遠超當年咧雙非英嗰個數量嘅。如果有一半人才咧嚟香港回流或者定居咧，香港嘅土地啊、房屋啊、教育啊、醫療等等嘅規劃咧，需要再更加加大力度啊，否則咧隨時係供不應求嘅。其實咧政府依家咪片區開發緊咯，其實已經加到非常之前所未有嘅大力度咧，係大量咁樣增加土地同埋咧啲樓房供應喎，係其實係部署呢樣嘢啊嘛。之前好似咪雷鼎明話咧1000萬人口嘛要做啊。好啦，其實咧唔止嘅，除咗呢個咧喺8月3號啦，呢個啱啱咧其實係琴日啊8月5號嘅。跟住8月3號咧，早2日咧，佢又有另外一篇文章咧，佢提到啦，講教育啦，教育局咧近日咧宣布最近宣布
高才子女申請大專嗰個資助咧，需要居港2年。佢認為咧係德政，顯示政府咧開始正視問題啦。佢話咧好多高才咧嚟到香港報到咧，個目的咧唔係淨係喺香港工作嘅啫，甚至乎唔係喺香港工作，佢原話係咁講啦，而係咧為咗咧內地嘅子女咧攞香港嘅教育啊。咁呢啲人咧攞咗身份之後咧，攞咗教育之後咧，利用埋香港嗰個教育資源啦，但係咧冇為香港嘅經濟同埋社會作出實質嘅貢獻啊。咁啊，佢提到咧，香港作為國家嘅特別行政區咧，有獨特嘅制度同埋咧優勢特色同角色嘅。咁但係咧，如果咧永久居民同埋非永久居民嘅權利同義務咧開始模糊化啦，香港人咧變成咧酒店嘅房客，而唔係一個咧家嘅家人。咁啊，缺乏咧呢個承擔同埋咧個歸屬感嘅。頭先都係講啦，即係我咁講啦。依家咧呢種一路嘅制度咧，似乎係講緊咧成日話咩喺英國咩 BNO 平權，其實依家咧似乎好似係大陸人咧平權香港嘅特區護照，平權香港嘅教育資源等等。咁佢話咧依家咧需要2年，但係咧2年咧其實好快嘅啫。咁超前部署咪得咯？超前申請定2年先咪得咯，係嘛？跟住咧有啲即係我頭先講噶啦，有啲甚至乎咧利用一啲中介一條龍等等用好多嘅方法咧，就根本上係住喺深圳噶。然之後咧到期咧咁就攞香港嘅教育資源啦。雖然佢話德政，但係做得夠唔夠咧？咁希望咧係咪政府可以睇實啲咧？如果唔係咧，就好似即係梁振英講嘅呢一種喎，係嘛？嗱，佢仲提到咧，當年又係講啦，雙非英來港產子內地居民咧嚟香港買奶粉同買樓，造成咧資源短缺同埋咧政治後遺症。依家咧嘅高才通政策咧，如果唔妥善處理咧，隨時重蹈覆轍，長遠影響香港嘅社會穩定。咁我想話咧，依家個龐大嘅程度咧係大好多㗎嚇。嗱，講到呢度咧，大家可能會問啦，政府依家推高才通啦，又話刺激經濟，又話撐樓市，喂，到底成效有冇效呢？其實答案好明顯，成效有限，唔係冇效，有限。咁你見到其實都有成效嘅。如果唔係咧，樓依家係跌7成，唔係跌3成啊，係嘛？咁所以咧係撐到樓噶啦，已經好多大陸人嚟買噶啦。第二咧，你都見到租金係咁升啦，升到好貴好貴啦，因為咧嚟香港讀書啊嘛，咁要租房係嘛？咁佢哋咧讀完書攞完身份證走，咁佢未必係買樓，所以租金升多過樓好多嘅。樓係繼續跌到3成啊！如果唔係跌7成啊，即係有成效，但係好有效。咁點解咧？嗱，雖然咧22萬人嚟抵港啦，但係咧私人樓宇咧嗰個入住咧根本上同梁振英講冇明顯增加啦，係嘛？佢哋因為根本喺大陸住啊嘛，樓市咧仍然係疲軟喎。過去幾年咧都仲係跌咗3成。點解咧？因為咧好多高才通攞咗身份證走咗嘛，頭先講咗啦，租樓啊嘛，係嘛？咁大家就明白呢件事啦。嗱，喺零售嗰方面咧，更加唔會幫到本地消費啦。有一啲甚至乎佢喺度住嗰啲買埋樓嗰啲咧，係北上消費，佢唔習慣香港嗰個物價，同埋咧啲嘢咧唔啱佢哋啊。咁所以咧，梁振英提到咧，佢話咧75000個空置單位咧已經係一個鐵證嚟㗎啦嚇。咁呢度講咗唔重複啦，再講深啲一層啦。呢個政策咧，認同頭先我講嘅就係俾內地人一個平權啦，攞香港身份證同埋護照，咁一定係成功嘅呢個政策。點解咧？因為平權咗之後咧，可以享有咧171個國家免簽證嘛。咁大陸嘅護照只係80個到嘛。咁喂，講真，咁我申請，我梗係當然啦，有啲人咧就正正經經啦，真係買樓啦。咁所以咧，依家咧你見到咧香港嘅樓咧有3成大陸人買啊。咁佢哋係相信呢個價值係點解貴過大灣區咁多啦？就係呢3成啦。咁但係咧更加多嘅人20幾萬人喎，大佬係更加咧就計過條數啊！我喺大陸住咪就一樣攞到身份證，咁我梗係走遮面啦，一樣攞到平權啦，171個國家免簽證啦，係嘛？但係對於本地居民嚟講咧，身份證免費係咁派，護照派冇問題係嘛？呢啲係咪唔使錢嘅係嘛？但係個問題就係教育嗰個資源嗰度咯，同埋梁振英擔心個醫療產子但係第日會唔會連幼稚園等等咧？但係咧係咪完全冇好處咧？又唔係，因為咧移民好多人走咗，小朋友走咗嘛。咁
原本可能要殺校嘅，依家又可能唔使殺校啦。咁啊即係好多大陸人嚟啦。但係咧，你呢下咧，你調到啱啱好難嘅喎，因為佢推咁大批大量嚟，你頭先正如梁振英講，你控制唔到啊嘛。咁佢攞咗，佢有個權喺度，佢唔嚟，咁你啲資源喺度，可能你一樣要殺校啦。但係佢嚟嘅時候，你又唔夠喎，咁所以咧，其實好難控制㗎。咁所以你見到依家嘅怪現象咧，到底走邊一邊咧？其實變咗望天打卦咯喎，睇即係因為個 option 喺人哋度啊嘛，係嘛？咁但係似乎咧，啲好嘅學校咧就一定係俾國內咧一定係爭㗎啦，冇得好講嘅呢樣嘢。大學啊等等啊嗰啲啦，咁你仲會話2年可以用香港嗰個資格去嗰個大學，唔使貴啲學費添，係嘛？咁因為全世界嗰啲學位啊，你都係海外生啊，因為佢要保障本地生嗰個資源啊，係嘛？海外生咧都係咧係。講緊係要即係俾貴啲學費㗎嘛，好似英國咁啊，可能俾3倍啊、4倍，有啲係2倍幾啊咁樣咯。咁啊，如果香港即係2年或者係攞身份證咁容易嘅情況底下咧，咁呢個咧就係一個挑戰咯。即係未來啊，即係我哋講長遠啲，未來嘅香港人啊，或者係香港人嘅子女咧，就對於學校嗰種咧要面對咧好不一樣嘅競爭，同埋咧你面對嘅競爭咧。係國內嘅人都即係嗱，雖然你成日話躺平啊，又話咩大陸躺平諸如此類，但係咧佢0.0幾個%咧，可能真係咧好捲嘅喎，即係啲家長都係虎媽嚟嘅喎，好癲嘅喎，好多資源嘅喎，好谷嘅喎，咁啊仲有咁多省市，每個省市咧最 top 嗰啲，你咪同佢爭咯。香港嘅情況係嘛？咁有競爭有進步嘅，咁咪要自己加強自己咯，自強不息更加勁咁樣咯，係嘛？咁唔止學校啦。做嘢都係一樣嘅個情況係嘛？另外梁振英就話啦，喂，佢攞完香港身份證就翻內地啦。其實咧，我想講補充一點啦，有唔少人咧嚟咗香港咧做一個跳板移民去外國㗎。咁首先咧你移民係嘛，你申請你資金咧比較容易啲攞過嚟啦，係嘛？咁所以咧錢走過嚟啦，人走過嚟啦，咁攞到香港嘅身份證，甚至乎學校啦。咁跟住咧用香港呢個身份咧，就即係跳板去移民去外國啦。包括咧我講咗好多集啦，買完樓之後賣完，咁你嗰個錢咧得出嚟咧就賣樓收益啊嘛，賣樓所得嘅錢咁去外國 due diligence 你又容易啲過啦喎，因為咧你填嗰度你用香港賣樓嘛，咁又係啦，即係過嚟過一個冷河係咪啊？幾多年啊？7年定係使唔使7年咧？係嘛？當然攞身份證一定係7年㗎啦，大家都明啊。但係可能住喺大陸一段時間先至嚟香港，先至再過去外國。咁呢個情況咁樣嘅情況，咁變咗咧跳板咧，係咪真係留喺香港貢獻咧？唔止翻大陸嗰個去外國嘅跳板喎。好啦，咁另外一個長遠啲嘅影響就係咧，如果咁樣依家咧越嚟越少咧。係外國咧，係將香港同大陸係唔同嘅隊㗎啦，因為美國嗰啲咧都改咗政策㗎啦。你見到咧默默地咧一路咧轉變緊。以前咧香港嘅 student visa 等等移民咧同大陸咧係2條隊，依家慢慢咧有微妙嘅變化啦。將來咧如果即係幫國內嘅人啦去平權香港嘅身份咧，根本上外國使唔使話整2個政策或者2條隊咧？其實咪同大陸一樣，不如直接就俾大陸嗰個護照171個國家免簽證啦。呢個好啲嘅睇法啦，唔好啲嘅睇法，將香港同大陸咧變咗一視同仁啦。無論護照等等身份去申請移民申請 student visa， 呢個就係我憂慮嘅一個長遠嘅身份。如果你冇控制今日咧我見到22萬50萬咁樣批咧，係咪一個冇控制咧，可能叫做有控制嘅。如果唔係500萬喎，係嘛？咁但係之後會唔會咁你仲有個長遠累積咧？咁10年就500萬㗎咯喎，係嘛？跟住咧，仲有就係講到尾咧，搶人才政策到底係咪真係純粹淨係為香港人着想咧？定係其實咧根本上未必嘅？大家睇大局啲咁可能係成個樓市經濟甚至乎係成個大灣區嘅策略啦，融入大灣區諸如此類啦。但係咧，梁振英就擔心啦，呢啲即係人口政策咧就易放難收，一旦放寬好難收緊翻。咁喺呢個過程入邊咧，即係我呢個跟住就我補充啦。呢個過程入邊咧，邊個係最大得益者咧？一定係最大得益者係邊個咧？就係啲中介公司同埋嗰啲營運商啦，中介營運商啦。幫佢哋申請高才通手續甚至乎咧幫佢哋喺香港開公司攞香港嗰啲咩科技券乜券物券嗰啲攞資源等等就係呢啲中介商賺到盆滿缽滿
咁啊，更加咧衰嘅就係咧黑中介啦，製造呢啲假資料、假學歷嗰啲。咁希望咧政府能夠咧即係睇實啲啦，因為喂，因為佢哋咧咁樣一條龍咧，咁啊搞唔掂㗎喎。因為你嚟到一啲咧唔係嗰類人，咁啊點算咧？咁啊實際得益咧更加少之又少啦。咁變相咧唔能夠穩住個樓市，甚至乎咧唔能夠咧幫到香港嘅零售經濟。甚至乎咧，佢哋係咪變咗人才嚟香港喺度貢獻等等咧？咁呢啲真係要睇清楚喎。咁啊，所以咧嗱，喂，講真，梁振英個擔心唔係話冇道理㗎。嗱，今集內容差唔多啦，大家自己要睇睇啦。將來嗰個面對嗰個變化競爭啊等等啊，嗰種國內人嘅平權啊，你哋認為會點咧？咁啊，不妨喺下低留言同大家討論下啦。大家都聽到嚟呢度啦，希望大家 like 埋呢條片啦 ，share 埋俾朋友，記得未 subscribe 嘅要 subscribe 埋啊，可以嘅話 join 埋我 Patreon啦。多謝收看，拜拜。